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妈妈让我给你的。妈妈。西城。对对对，我妈妈的名字就叫西城啊。不要脸的，听说你活得还不错，但我身体不太好，一种绝症缠上我了。我听说国外有个机构对这种病挺有研究的，所以我打算出国一趟。但是我得把孩子交给你。咱们分手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就把她生下来了，就是你面前的这个小女孩。你仔细看看她的脸，看看她的眼睛，星辰是你的女儿。你妈妈人呢？你好好照顾她。在那边。等我回来。说话呀，是更西城，西城，出来啊！西城，你出来啊！昨天的晚报还有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仔细看吧。嘿，还真有，全给你搁那儿了啊！谢谢爷爷。哎，真搁着。小辉啊，你叫星辰？对呀。那个，你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就跟着我，好不好？出去一段时间，我妈妈去哪儿呢？哎呀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你啊？你不是爸爸，你是叔叔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，你妈妈都写了，说你是我。我也不认识字，反正你不是爸爸。我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俩像不像？眼睛，你看眼睛。不像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你爸爸？我妈妈说我爸爸又高又帅又能干，爸爸不是卖报纸的。不许哭了！不许哭了！坏蛋，我要妈妈！我跟你说啊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爸爸，我说什么话你都要听，我不许你说话你就不能说话，我不许你哭你更不能哭。行行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凶你，啊，咱们不哭了好不好？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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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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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吗？坏蛋。爸，星辰，西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可你倒是接电话呀！急死我了！姑娘有急事啊？
看你那车行吗？好嘞，走着。哥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你？怎么了，冯天？是嫂子，她去学校接星辰的时候突然昏倒在学校门口了，是老师帮忙打的120，现在她在医院，我也在医院，你在哪儿？现在什么情况？哥来了就抢救了，情况不是很好。医生怎么说的？不知道。行，你等我过来啊。喜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新生麻痹了，住院了。什么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挺严重的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有一点疼，不过没事儿。等把这瓶吊针打完了，妈妈就能跟星辰一起回家啦。妈妈，你快点好，等你好了，你和爸爸带我去动物园，我们去看长颈鹿，大象、老虎、狮子。星辰都认识这么多小动物了，没问题的。妈妈好了，星辰想去哪儿，妈妈都带你去，好吗？拉钩。好，我们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盖章。星辰，妈妈没事儿，啊？你到外面找爷爷玩会儿好不好？让爸爸跟妈妈待一会儿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走了？不走了，爸爸一定会陪着星辰，陪着妈妈，再也不走。你不要骗我。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去吧。妈妈，我出去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
我宝儿真乖，快去吧。爷爷经常害怕。别怕，妈妈没事。星辰，妈妈还好吧？妈妈说她会好起来的，爸爸也这么说。会好的，妈妈累了，这2天就好了。人这一辈子几十年呢，谁没遇上点生离死别的事儿？在兰州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其实那时候想跟你说来着，正好赶上那天你跟网友打架，你还记得吗？后来我就想，算了，这种事情没必要影响你，干嘛还再拉上一个人啊？你这个人就是从小到大主意太大。我不喜欢做没用的事儿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种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，剩下的时间我不想每天大家都哭哭啼啼的。怎么会就这样？你还记得我妈吗？妈也是得这病走的，那时候跟我现在年龄也差不多。我跟六哥他们混的那会儿，他们好多人想教我抽烟，我都没学，就怕对肺不好。但是现在想想，这跟抽不抽烟没关系，该来的都会来。好了，别这样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其实好多男的惦记我来着，但是我都没搭理他，因为有一家伙跟我说，将来他要娶我。你怎么就知道？他说话就一定算数呢？因为我看人从来没看错过，这人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而且到现在还是个帅哥，越来越帅。对不起。说点正经的，
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。你说。你跟几个你的上过床？我就好奇，你跟几个女的上过床？就你一个。真的？真的，就只有你。就没别人上门的？有，但不签收。那你得多亏呀！我心里只有你，没别人。没想到我还碰到了个情圣啊！我走了以后，你得找一个，必须要找。星辰太小了，你们都需要人照顾。咱们别说这个行吗？答应我，快点，答应我。快点。行。我想下期给我找夫妻来，我教你将来教孩子，我去。好。去买副相机。哎，好的，您稍等啊。二叔，电视台主编说找咱们剧组负责人，冯都不在呀。二叔，电视台主编是负责收片的，说话比台长都有分量。那我来吧。哎，主编你好，我是身边眼前的剧组制片人。啊，我们总制片人出去了，啊，家里有点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，您跟我说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看了咱们送过去的样片啊，他对咱们表示敬意。哎，这主编可都是牛人呐，一般的东西人家压根儿不放在眼里，他向咱表示敬意。哦，对呀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赶紧跟冯都说一声，表示敬意。这小子关机，我一会儿再给他打。成，这回成了啊！得让这小子请客了。哎，真是。你那步马就跳错了，我要出车你怎么办啊？下棋至少得想3步。妈妈和哥哥经常下棋。我不行，我妈让我半边棋，我都下不过。拱卒怎么样？这拱卒行，算是一步棋。飞下。飞下。你们俩知道吗？
你妈妈年轻的时候，经常在街上跟人摆残局，很多人都下不过她。什么叫摆残局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以前啊，摆残局多着呢。那些玩残局的呀，动不动还打架。那个时候你妈妈满大街被人追，还是我去救的她。别听你爸的，就你爸追着我跑来着。我飞象了，你怎么走啊？我这没法走了，没得走。说那拱足要跟他换子儿，这你又办事儿的活了。哎，你们局早该出局了，憋家里干嘛呢？养着呀。你们都不对，就应该挪炮挡着他呀。行了行了啊，观其不语真君子。你们那么厉害，你们来啊！谁让你下那么臭呢？臭。爸，你帮帮他，你们一块儿下。好啊，好。行，就像你说的，来出局，然后呢？拱足。白出了吗？哎，这个不算啊。哎，这不行啊！我们刚才只是试一试啊，咱们再想别的。落子而不悔。星辰，你爸爸这叫悔棋，千万不能跟他学这个啊！爸，你看看。要不就出局。出什么局啊？你也是臭棋篓子。再拱足。跳马。行了，我输了，我认输。认输，认输。爷爷，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很快，妈妈很快就能回来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妈妈又走了。可不是嘛？你说，这个回来了，那个怎么又走了呢？星辰，放心吧。爷爷在啊！爷爷，妈妈回来了，我也让她带我打羽毛球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当然了。哎，爷爷也打啊！爷爷，你给我吹一个。行，看着啊。哎，这怎么？嘿，哎，它两边转呢。多多，办出院手续，稳定了。西城不愿意住在医院里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治了？
时此刻，我想感谢2个人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就不会有我们的纪录片。很遗憾，他们今天没能来到现场。第一位，高级文学编辑肖从。肖叔叔，我做到了。第2位，也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，我的太太西城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干不了。西城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想妈妈了。妈妈到底去哪儿了？谢谢大家。肖叔，西城，这奖是你们的。你们在那边过得好吗？现有平台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，很多技术无法在现有平台上应用。任何平台都是有局限性的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，电器70%的功能都没用，很多所谓的新技术都是噱头。那就不更新了吗？好了，大家不要争了。你们的意见呢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下面我们听听肖总怎么说。说句实话，我也不清楚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，因为不习惯。以前我们是在追赶别人，我们心里清楚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，我们只要跟着他们跑就行。但是现在，我们才是这个行业的领先者，我们是领跑的人。单就技术路线来说，未来我们有无数种可能性，也就是说，摆在各位面前的有无数条路供你们选择。刚才你们的争论我都听了，非常好。而且像这种争论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延续下去。你们继续。我觉得电器需要改良，讨论会议要多开一些。伊春女士，听说电视台准备聘请您做新节目的主持人。是的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呢。您在纪录片《身边眼前》的拍摄过程中，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儿吗？是啊，嗨，这吃的差，住的差，条件恶劣。是说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呢，那些平凡的人能干出这么伟大的事情，现在想想吧，就觉得特别感动。有人说是因为您过气了，而且被前男友骗财骗色，无奈之下才进的这个剧组，请问有这么回事吗？胡说，这都是诽谤，这都是造谣，你们千万别信啊！那您和制片人冯都真的是青梅竹马吗？这些事儿你们从哪儿听到的？人肉啊，人肉！
我读书不多，青梅竹马什么意思啊？青梅竹马肉吗？那肉能吃吗？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什么态度啊？行行了，大家收了吧收了吧。牛。嘿嘿嘿，撅这个腚干嘛呢？这是？等姑娘呢？这是我的车。等的就是你，你不就是那姑娘吗？骂我老姑娘是不是？又想多了不是？虽然情况是这么一情况，但我真没那意思。别气！怎么着啊？不是说到三里屯找90后去吗？嗨，哎呀，这找是找了几个，没意思，没劲。现在这孩子，不知道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。我就发现你这人吧，要求太高，你管人脑子里想什么呢？反正您这款也是走身不走心的。但是你不能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吧？这一脑子浆糊实在没得了。就是你要求太高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我还有事儿呢，起开。哎，大孙子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着？约会去？是啊，约会去不行啊？哟，真的？行，好不容易守身如玉到这把岁数，咱可不能晚节不保。我帮你把把。上车吧，傻愣着干嘛呀？我给你当免费司机，顺便帮你看看，啊。真的想好了？这工作呢，里里外外我也干了2年了。我答应了我爸就做1年的。再说了，我也差不多是干够了。那今后呢？今后啊，我好好想想，你可千万别催我啊！我不催你，你现在是大姑娘了，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。哎，你最近跟冯都联系了吗？联系啊。怎么啦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合你的心意啊，妈不反对。哎，您说什么呢？这都子哥心里装着西城姐呢。那他总不能一直放不下是吧？可是就算他放下了也……小姨，小姨，喂，阿姨，三儿哥啊，依春姐，夏威夷。唯一，这以后可不能叫依春姐，叫三嫂。哎，胡说什么呢你？那你俩这是干嘛去呀？约会去。胡三儿，你有完没完？那个小易，别听他瞎说，满嘴放火车。哎，你不都答应我了？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能不能闭嘴？那个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阿姨再见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行，那我们约会去了啊！哎，拜拜，阿姨。他俩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依春姐终于落听了。啊，对呀，您要是不在内蒙古待，索性就回北京嘛。我喜欢内蒙古，我一直喜欢内蒙古，我就打算将来在这边就养老了。哈哈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上回我们拍的那个纪录片儿，好多人都看了，都说咱们干了一件积德的大好事儿啊。这事儿咱们不干，总会有人干的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行，那您忙去吧，啊，给我替二婶带好啊。还在这鼓捣你的棋谱呢啊？别累坏了啊！已经坏了。哪儿坏了？脑子。
这原先呀，我看本书只要看一遍就气得8九不离十，就这棋谱我都看3遍了，还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呢。不会是真的脑子出问题了吧？没准儿。那脑子要出问题，脑膜炎？这得了脑膜炎可不就傻了？不是你什么都记不住了，那不就是傻吗？哪儿跟哪儿？这脑膜炎是小孩得的，我都多大岁数了？哎呀，我看你啊，真没准出了问题了。你听我的，你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去，啊，这个甭管什么病啊，发现早都有治，晚了就全不行了。是您说什么？那我有什么病啊？我身上也不疼，也没有不舒服的。你真傻了，脑子里有病的话跟身上没关系啊。小兔子，你打小就爱胡思乱想，你是用脑用得太狠了。你没看那电视的保健节目说吗？这个身体上这些零部件不能透支的使用。你听我的，啊，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去。你就算为了你的闺女，你也得去呀。行，那我找人去看看啊。行，别再看了，别再看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？嗯，去哪儿啊？我去医院给妈拿点药。嗯，行。哥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呢就不在电视台干了，不做主持了。不在电视台了？你接下来干什么呀？在视频网站做总编，也是昨儿才刚决定下来的。前一阵儿呢，妈一直因为这个事儿操心，我今儿赶紧过来跟她说一声。视频网站？刚刚兴起来的网站，是做影视产品的。我觉得吧，可能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。不过这事儿呢也说不清，我就先试试。行，好好干。那你赶紧去吧，等你回来啊。上去。好。大夫，我这什么问题？您这是非常典型的记忆力衰退。冯都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妈拿点药。文阿姨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老年病了。你呢？给谁拿了片子呀？我自己。你怎么了？最近这段时间，什么都记不住。西城留下的棋谱，看多少遍，记不住。我爸就怀疑是不是我脑子有问题，非逼着我来医院做检查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这是最典型的记忆力消退，从30岁就开始了。那这问题严重吗？严重什么呀？说白了，就是年纪到了，人老了。是啊，我这段时间记性也大不如前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啊？人都没活明白，就老了。我还记得咱小时候在胡同里疯跑的时候，好像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。那会儿我觉得你爸跟我爸看着就特老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咱们都这个年纪了。可不是嘛，可不是一转眼嘛。你说就现在那些小年轻，看着我们，还不把我们当老帮菜啊？估计还真是这样。老了，
没劲。对了，一直没问你，西城的墓地安顿好了吗？我想去看看他。开车了吗？走。我从来没听说这一带有建公墓，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就成长在电视的时代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这电视的时代好像也快要落幕了。启明他们整天泡在网上，一天都离不开手机跟电脑。可不是吧？那吴小坚家还找我要拍什么微电影，搞半天我都没弄明白。哎，你看过没？微电影？好像看过吧，但是我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快要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呀？很正常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们这一段
这么大家伙呢？小心小心，慢点慢点。哎呦，我说啊，这是寄来的什么好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这是萧红军寄来的，寄给小肚子。是啊。哦，哎，回头要什么好东西跟我说一声啊，别光自己闷得灭啊。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寄头驴来吧，这箱子又小了点儿。哎，我说啊，千万小心啊，别磕着碰着的，脚踏实地，哎，一步一个脚印儿的。2楼啊，得嘞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那么大个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这是萧红军从内蒙古给小肚子寄来的。这么大个东西，这放哪儿啊？这家里没个地儿啊。嗨，你甭管它放哪儿了，反正咱俩是搬不动。等小肚子回来再说呗。姓陈，你怎么在这看手机呢？多毁眼睛啊！啊！这是我爸爸新拍的电视剧，爷爷说明年中考就不让我看了。那你怎么现在还在看呢？哎，对了，这电视剧不是在电视上播的吗？这手机上播的，这也能叫电视剧吗？奶奶，这不叫电视剧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手机剧。手机剧？那我爸爸就是拍手机剧的。来，那菜都好了，赶紧吃饭去吧。哎，赶紧把手机收起来，等会儿爷爷看见了又要发火了。为了你我他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们自己还是先给自己鼓鼓掌吧啊！真是啊，咱们这个小馆胡同拆迁以后啊，我们这几个老帮菜还是第一次在一块相聚呢啊！可是，要是萧红军大老远子赶过来了，好啊！还有我呢！哦，对，咱老街坊聚会那么大事儿，咱能不来？哎，别提了，一听说老街坊聚会，萧红军着急忙慌让我订机票，本来说呢要给大家带2坛那个焖岛驴，哎，死活不让带。哎呀，别，不能提驴，一提驴啊，我吃不下饭。你心眼小，是早该拒绝了。哎呀，我这急脾气，咱们几个为了一块相聚，来吧，赶紧碰杯吧。哎，对了，这冯都萧唯一肖战呢？肖战出差了，说是晚上回来。这依依呢，说好来的，到现在人都不见。哎，你们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忙什么呀？整天不着家。说起这事儿啊，这大家可帮着张罗张罗，有什么合适的呀，得说说啊，省得我操心。留意。一块张罗啊！哎，他们几个孩子他忙着呢啊，他们眼里边哪有咱们呢？王丽他们。大爷，我这还没进门呢，就听见您说我们了，不好啊！我可没敢说你，我说的是肖战和小肚子他们。行，您不说我就行。依依呀，你说那么一大桌子人等着你，你是不是应该自罚一杯？行，我喝。哟，来，我敬大家。好，好。哎呦，行了，少喝点儿。哎呀，唯一啊，你最近见到你小肚子哥没有啊？总是见不着他人，怎么搞得比拍纪录片那会儿还忙啊？对呀，爸爸都忙昏头了。肚子哥这几年不是一直都忙着拍电视剧呢吗？拍电视剧归拍电视剧啊，这小子不拍电视剧的时候也不着家，老在外面转悠。
我还听说他最近上那个旧货市场去转悠去，你说是不是想倒腾文玩什么的呀？哎，这2年听说这个文玩呐可火的，什么橄榄核，什么核桃啊，这都。哎，老五，你看我这文玩怎么样？好，这都包了浆了。哎，这是我妈那拐棍儿。哎，现在该我用了。哎呀，我握着这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老觉着跟拉着我妈手似的。你瞧瞧，这说明这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啊！哎，这得一代一代的得传下去。哎，老太太用完了你用，你用完了冯都用，爸爸用完了给我用。我呀倒是知道肚子哥忙什么呢，可他呀不让我告诉你们。爱说不说，他迟早得告诉我。来，咱喝酒，不管他。哎，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，悠着点啊，别喝多了。知道了，嫂子，你管着我。来。冯大哥，今儿这酒喝得痛快。哎，你就知道喝酒啊？是吧？咱们这稍坐会儿，喘口气儿吧。哎呀，好啊！哎，今后这种活动啊，咱们得常搞。我的钱就是让他们公司给骗走了，就是他们干的。不是四婶吗？不是啊，四婶。你放开我！就是他们把我的钱给骗走了，就是他们干的！你们放开我！哎呀，你怎么咬人呢？你们不抓坏人，专欺负我们这平头老百姓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80了。我要有个好歹的，我儿子呀，跟你们没完！警察同志，这老太太怎么了？她是我们邻居。不是大爷，你们认识啊？认识，可不沾亲。是我们正执行公务呢，接到电信公司报警，说老太太有讹诈电话局。我们赶过来看，她还真在里边闹着呢。怎么成我讹诈了啊？明明是他们把我的钱骗走了，怎么成我讹诈了？爸，咱别闹了，行吧？你们家这钱怎么让电信局给骗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那天呢在家里接了个电话，那打电话的对我们家的事儿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，说我是涉嫌什么洗钱，啊，什么还被监视了，属于这个重大案件，让我赶紧的把那钱呢打到那个安全账户。我一听我就慌了呀，50万呢！我们家砸锅卖铁就这50万呢，我就赶紧都打给他们了。嘿，完了，这四婶儿，这个叫电话诈骗，我以前一个邻居也遇见过。四婶儿，您的钱被人骗了，报警，跟人家电信公司较什么劲？头3月就报了，那警察查了，说是什么？说是这骗子呀，从那海外打来的电话，就算抓住了，钱也够呛，让我们等啊。跟人家电信公司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呀？就是他们这公司给我们家装的电话的，那骗子呀，就是通过这电话把我的钱骗走了，怎么没关系呀？我跟他们没完。我可怎么办？这电视里3天2头不是有诈骗新闻，你们都不看呢，结果出了事还在这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，你们把我抓走了，我也不。哎呀，大妈，咱别闹了，行吗？咱别闹了，结果人都看着呢。我可怎么活呀？我的钱啊，没有。我这老太太可怎么活？
就我说呀，那四婶啊，她是做贼心虚，哼，坏事干多了。就是，你说，那骗子要给我打电话，说洗钱，我都不知道洗钱是怎么回事儿，这还能把钱打给他？是啊，这洗钱，我原先还一直以为是真把那钱放水里洗呢。哎，这四婶啊，那是自找的。咱还是各回各家散了吧。我说，各位啊，都硬硬朗朗的啊，这钱可得看好了，现在这骗子油着呢。散会。哎呦，请帖。我回来了。您也收到这个啦？怎么你也收到了？哦，哎呦，这到底是谁寄来的呢？有人邀请我们了。啊，邀请我们？嗯，谁呀？自己看。本次活动意义重大，请您收到此请柬。哎呀，冯叔，哎，徐一，听着，你也接到请柬了？是啊，红雪去接我妈和夏威夷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哎，你说这是谁发的这请柬呀？啊，还写着务必前来。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人都齐了。哎，是谁把咱们给招呼来了？还用问吗？小肚子呗，找咱们来干嘛呀？既然都请咱们来了，咱们就赶紧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进去瞅瞅。慢点吧，咱弄得挺神秘的啊。